我说老吴啊，大夫说你什么时候能出院啊？快了，等我出院了，去麻阳街找你下棋去啊！嘞，我摆上棋盘，泡茶等着你啊。哎，蛋黄不能吃。哎呀，真是。哎，叉烧包也不行，这是我的。那你吃花卷。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活的有什么劲儿？不出来！我说你呀，你就安安心心在医院待着吧。我上班去了啊。走了，马哥。走了你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上班了。哎呀，总算是可以出院了。这好家伙，医院、单位、家里，这累死累活。你要再不出院，就该我进医院了。不会，你他妈结实。是啊，你娇气。这家里，什么活不都是你在干？你就是上班、下班，吃吃喝喝。我累死累活的，好嘛，倒把你给累出病来了。我不管家事我不对，我3天2头夜班也不容易啊。你能不能少说2句啊？人家都累死了。哎呦，老吴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去找医生。老吴，老吴，哎呦，老吴，你这吃哪个药？家属，准备后事吧。老吴今天跟我说，等他出院以后，来麻阳街找我下棋。老吴住院的时候可没我严重啊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突发性的。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！人生啊，谁又能预料得到呢？我要回北京。我要回北京。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哈。我要回北京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别闹了。我是认真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不知道这段日子照顾你，我有多少个晚上没睡好觉了？还有，为了给你这次看病花了多少钱？我知道，这次你和孩子们都受累了，但是我真想回北京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想问题，能不能现实一点？别那么幼稚啊！我怎么幼稚了？我怎么不现实了？现在小小大学已经有着落了，啊，达达未来也找着方向了。我想挪个地儿，我怎么我就幼稚了？当初咱不也是挪地儿挪到广州来的吗？那时候有小小吗？有达达吗？那时候需要为他们准备生活费吗？真是。
我惜命了，成吗？我怕死了，成吗？我就不想像老吴一样，临了还有那么多遗憾。行，小小就不用上大学了，因为他没有生活费。达达呢，也不用追求他理想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钱资助他。我们就跟你回北京，一家4口，喝西北风。病还没好呢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？我也在工作，我还要照顾一家4口的生活。你现在身体这样了，工作也不能拼了，家务你也不干，这些我都能接受。我体谅体谅你，那谁体谅我呢？妈，这次腌的萝卜怎么没有咸味儿啊？我就没放。这个肠粉不应该放酱油的吗？怎么是白色的？没有。一大早就吃这些啊？咱不达成共识了吗？暂时不回北京了，一切等小小高考完再说，是吧？然后呢？然后咱们就不用省了。斗四、主食，小小拿俩吃。不用了，我都给东东家送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Channel 5，老点了，老点了。外婆，我们老师说了，要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，做四有青年。哎呦，这个跟四有青年有什么冲突呀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味的标榜内在美，忽视外在美，那也是一种肤浅。哎呦妈，你喷的这么香，不怕走在路上被小流氓吹口哨呀？那有什么呀？啊，我就挥挥手告诉他，衰仔，我是你奶奶。哎呦，你看看我们家阿航，就是太闷了。以后要是哪个姑娘找了他过日子，那要辛苦了。阿航，外婆跟你说话呢。啊，外婆，你叫我啊？我问你啊，阿航，高考完了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呀？我打算本科留学完之后呢，继续读个研究生和博士，然后再回国深造吧。啊，哥，你这本科留学、研究生、博士，那你这念完都多大了？那个外婆，妈，我去找小小啊。好好，外婆问你，那个音乐考试的合格证收到没有啊？还没呢。那你还不赶紧练琴去啊？哦。外婆，你为什么不像问哥哥那样问一下我以后都有什么计划呀？好好，外婆跟你说实话啊，你跟你哥哥不一样的。你一定要牢牢抓住你弹钢琴这个唯一的优势，你以后要靠这个吃一辈子饭的。真美。我跟你讲，你最近啊，你要多注意一下好好。
我觉得他有心事。是吗？你看，学校题应该选2B，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别动！来，这边。你还成艺术家了？你们从图书馆回来啊？啊，你现在是彻底放松啦？哎呀，是啊，我现在跟你们一样也是保送生了，不过是考体育。那你现在很闲喽？算是吧。不过突然闲下来，有一点点无聊。行，那我给你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明天陪我们家马达达拍戏去。真的？好。哎，好，3、2、1，聂仔，东东帮我做康复呢。马师好，哎，牛一好。哎，啊，曾航来帮我做最后的英语冲刺。那快去吧。啊，走吧，小心点吧。我说，没换啊。达达这心可真够大的啊！啊？为什么？这还发展兴趣爱好呢。他是拿电影当梦想，不只是兴趣爱好而已。来这边坐吧。哎，难吗？还行。加油！把英语做透了，咱们一起出国留学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没打算出国。为什么？你这么优秀，你不能放弃出国的机会。笑笑，你只要有这个本事，你有这个机会，你就一定要出国。而且我在国外有亲戚，如果你想，我可以。不想。是不是因为还有1个月就要高考了？我现在就想好好考试。我不想出国这个决定是我为自己做的，跟任何人无关。做这卷子要1个半小时呢，要不你先回。好吧？你现在不想出国也没关系，你先把这些题都做透了，我到国外之后给你解析，你了解真实情况，一定会想出去的。谢谢。哎，听说了没？马屁被抓了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他那么嚣张的一个人。哎，小杰哥，他们说那马屁是那马屁啊？怎么约得这么急啊？马屁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。为什么提前抓马屁？不是说等我搜集完了证据，等我全身而退了再抓捕吗？这个马屁形势太招摇了，这次抓捕也是别的辖区的行动。不管你们谁抓的，我现在刚把情况摸清楚，马屁被抓，我肯定会被怀疑。
仅仅是怀疑。那你这不是坑我吗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向你郑重承诺，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，我能够随时控制事态的发展。怎么样？里面什么情况？飞哥，我在里面什么都没说，货的事情很安全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安全个屁！没这么简单。警察肯定知道什么了。先生您好。飞哥。马皮，你们有谁上过船？警察能在凌晨4点去抓人，那肯定是他们知道什么，或者是他们想找到什么。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像今天这么幸运。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情有2种可能：一，有些人喝多了，乱说话，走漏了风声；喂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不看你看谁？就你能喝。第二，我们这里面除了叛徒，啊，我记起来了，他看的。是，我看到过，但我不像某些人，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心虚啊？干嘛？自己人打自己人啊！马皮，是我让阿健帮我做事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这一次，我就当是有人喝多了，不小心走漏了风声。如果再有一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把杯子拿起来。如果让我发现咱们的人里有叛徒，那他的结果只有一个字：干！什么鬼？欧小健，你发什么？你拿着。干什么？你拿着。这是。你拿着。欧小健。好嘛。生日礼物给你。
我没有失忆，我不守信。你最不守信用。我好怕。怕什么？我不怕。我们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北京。小，这个你干什么呢？你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他怎么呼晕过去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！一回来就在那儿喝闷酒，然后拿着个小盒子跑出去了。那什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把他弄回去啊。你别扶，这不扶你就倒了。别扶我！不有钱。哎，你看，你听话呀你。哎，小小，小点声。我这都别说话，我知道。睁大眼睛还看不到你，不要说走就走，这种人心过了头，怎么总来，不用，再喝点。哎呀，今天家里没人陪你哈，你自己多当心一点哈。知道了。我陪呀。你找什么了？不要你陪。是我让宋总陪你的。就是。姐，我肯定光荣的完成任务，做好马达达的保镖。那不耽误你温书啊？不会，牛姨，我再打一场羽毛球赛，赢了之后我就能保送上大学了，不用温书。妈，姐，我走了。好，去吧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达达，等我呀！保送大学，带谁呀？一介刁民还敢犯上？哼，没有人民，哪来的你们？老白，那小子谁呀？那小子，马达达跟班。马达达怎么回事啊？是刚上道就带跟班了？这可不怨马达达，是那小子死皮赖脸，非得跟着。哎呦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怎么这么多菜啊？啊！哎呀，吃吧。啊，吃！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庆祝我拿到了驾照。嘿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驾照一拿到，我就可以跑长途了，我就可以挣钱了。你们每天都可以吃好吃的。真的假的吧？谎报军情了吧？什么谎报军情？哎，你这重点保护对象学习怎么样了？作战计划拟好了没有啊？我决定了。我要考北京的大学。北京大学。没放错。豪姐，哎，豪姐，来出来一下。哎，快！家好。哎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啊刚才接了个电话，我跟老梁啊都听不明白，哎，对方听不懂我们说的，我们也听不懂他说的。后来我们想，你前段时间不是到我们家给你们老家打过一个电话吗？那我们俩一猜，没准就是你老家打来的。哎，赶紧走！对，那个老梁拿着电话还等着呢，快去！你跟我讲普通话啊！来了！等一下！哎呀，可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对。哎，谁找我？我干！他要来了。
都抓紧时间吃啊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小好呀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有领导来视察呀？啊，今天我妈从湖南来看我们。哎呦，那是好事情呀！到时候我们一起喝茶哈。哎，哟，曾奶奶，哎，你这个裙子巨好看啊！到了，哎呦，下车到外走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外婆，外婆，东东，来，拿东西。哎呦，都长高了，哎呦，妈，一路上还好吧？还好。这身衣服挺好。你看那个穿起来太土了，一点都不时髦。小好呀，妈妈到了哈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曾奶奶。哦，先走了。再见哦。来，再见。让他们先忙吧，我们走吧。终于做完一道题了。小姐，好好，累不累？吃个糖休息一下。我不吃了。奶奶说了，音乐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型。没事的，好好，你已经很亮了。奶奶，我去修车厂了。小健哥最近好像好忙的样子，经常来去匆匆都见不到人。好像自从小健哥头又受伤之后，就很少在麻阳街见到他了。对啊，感觉他好像在刻意避着我们似的。上次吃火锅也没来。好好，我在西湖路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煲仔饭，改天我们一起去吧。小宝，你先顾好你自己。是。哎，叶东东呢？他最近学习都学傻了吧？小姐，您找他？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来这儿学习吗？哎，你干嘛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易东东这个臭小子给你带过来。这架势跟谁学？电影看多了吧？奶奶好。东东呢？在我趴下安静的看书。哎，干嘛呀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疼！正好你管管他。哎呀，女生，在下帮你把易东东给你带了。你今天也做英语题啊？向榜样看齐嘛。谁是你榜样？梁小宝，你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做第二套题。
啊？哦，我不想再做题了，我很坚持做自己的，夏小姐，我不像易东东，突然跟火烧屁股似的，巴不得沉浸泡在书里。那叫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懂什么呀？哎，东东，你定好目标了吗？我说呀，好好问你呢。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考去北京吗？还记得？我又没失忆。原来你也要去北京啊？小小也会去。我要去上海，因为好好要考上海音乐学院，对吧？好好。你没想好呢，也不一定有把握。哇，不是吧？如果你连小小都没有把握的话，那我们两个趁早就不要考了。对啊，好好，你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没把握？相信你自己，你一定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钢琴家的。我不想学钢琴了。啊？我说我不想学钢琴了。好好，你怎么突然不想学啦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突然不想学了。我哥呢，已经按照自己的规划在走了，他的人生是他自己定的，不像我，从小就是跟着妈妈、外婆的指挥在走。仔细想来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什么。或许真的就像外婆说的那样，弹钢琴是我唯一的天赋了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害怕自己做不好，所以怎样？那我说了，你们要替我保密啊！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啊，不说。我把音乐学院的合格信藏起来了，不想让他们看见。他们在我身上给予的希望太重了，我根本就承受不来。我就是不像我哥那么优秀，我怕他们在我身上投入了太多，到最后我却成不了钢琴家。如果我成不了钢琴家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不会的，好好，你别难过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钢琴家的。好好，你妈妈跟外婆呢，他们都是希望你有出息嘛，而且他们也希望你能过得快乐。那如果你成为了钢琴家，那你就衣食无忧啊，衣食无忧就更容易快乐。可是我并不觉得衣食无忧就一定能快乐，我也并不觉得弹钢琴就一定能衣食无忧，我也并不觉得自己能成为钢琴家。有时候我都在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根本不喜欢弹钢琴。好好，你现在已经高3了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了。我相信曾阿姨和曾奶奶也一定会尊重你的决定。但是你要想好了，你是因为压力，所以排斥钢琴，还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钢琴？等你想好了，你做任何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好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支持你。放心吧，好好，你和小小都是最棒的。哼，你不行。学习。来。绿荫的小巷，秋日球场，一样的背影被夕阳拉长，错过的渴望，风中睡着，是我不安划过的年少。绿荫的小巷，你那扇窗，转角的头望，你身上的光，追逐的追逐，总是不能抵达，简单的一句放下，后悔是你记着的一句叹息，曾想将过去的留在角落，朦胧中无言脆弱，徘徊有微光闪烁。往后是你流了的一场欢喜，就让那些不安分的角落
就像我偶尔脆弱，时光遗忘。